日本欲借所谓无核武世界主张，实现其国家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但日本究竟在多大程度能担负起国际责任，要被打上一个大问号。除了宣布今年将把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遭受广泛批评外，而正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5次审议大会，也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列为重要议题。这也是履行公约的一项重要工作。1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当前日夷化武处理进程严重滞后，销毁计划已多次逾期。中方一直敦促日方增强紧迫感，全力加紧工作，全面完整准确落实新销毁计划，尽早干净彻底消除日夷化武毒害，为建设无化武世界扫除障碍。中方高度赞赏禁化武组织和国际社会为促进日夷化武销毁所做的努力，呼吁各方保持和加大对日方的监督核查力度，推动销毁进程取得更大更快进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葛先生你好，广岛周五起将召开7国集团峰会，那么您对于今年这场峰会有何观察？我认为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虽然是一个例会，但是今年有特殊性。首先就是背景很特殊，目前俄乌战场处于不断升级的事态之中，面对这种情况，7国峰会对俄乌战局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是继续煽风点火、火上浇油，还是劝和促谈，或者是支持劝和促谈呢？这是个最大的背景。正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先生冒着枪林弹雨到了乌克兰，而且还要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去劝和促谈。这就使这次7国峰会在事关俄乌问题进行各种研讨和决策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参照系，就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做什么。对俄乌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局外人在劝和促谈，而7国几乎都是当事方，美国、北约、日本的态度也很偏激，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7国峰会应该做什么，就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其次，正在这个时候，中国西安也在举办中国中亚峰会。这次峰会所体现的建设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题，正面积极的影响，也为7国峰会提供了一个参照和对比。我认为今年的7国峰会要面对自己的3个过：第一是过时，第二是过分，第三是过错。2020年的时候，特朗普参加峰会，他说这个7国集团峰会的机制非常过时了。今天看来，特朗普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但7国峰会还整天在处心积虑地琢磨搞什么阵营对抗等几十年前冷战那一套，这明显是一种过时的特征。第二是过分，就是由于美国和所有7国集团整体实力的相对下降，产生了各种焦虑，加上这几年在疫情防范、经济动荡、俄乌战局等对应都很不得力，出现了举足无措、进退失据等很多分寸把握上的问题，例如长臂管辖制裁等，既无道理也无利益，更无实力保证。第三就是过错。7国集团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犯的最大过错就是加剧了俄乌战事，从几十年的北约东扩到不断的煽风点火，最后引爆了这场冲突，造成了所有国家，包括7国集团在内，也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冲击。这种冲突，俄国和乌克兰有过错，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过错是乌克兰背后的美国和北约。在7国集团峰会即将举办之际，我希望7国的朋友以及参会的其他国家都能对这3个过有所反省。过时的部分应该跟上时代，与时俱进，而不要继续倒退、执迷不悟；过分的部分应该约束自己，注意分寸，而不要为所欲为、破罐破摔；过错的部分应该纠正错误，弃旧图新，而不要一错再错、一意孤行。这次7国峰会据说要通过一个核裁军的成果文件，那么在日本这样一个唯一受到过核打击的国家举办峰会，同时做出这样的决议，您是如何看？这个动作实际上主要是日本在主导，拜登也没有说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水面无痕但却饱含争议的话题，特别突出地反映了7国集团乃至整个发达国家阵营内部特别微妙、复杂，甚至是同床异梦似的这样一个互动关系。第一，这个问题在今天当然反映了国际社会最为严重关切的核风险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核不扩散或者核裁军，从来就有一个是真正的要来贯彻核不扩散原则呢，还是说假话，只是作为阵营对抗的一个工具来批评对手，实际上是要保护自己的核权益呢？这次会上要针对俄罗斯所谓的核威胁、中国所谓的核扩张以及朝鲜、伊朗等核问题，但是对于日本、韩国和美国之间最近就核共享问题的高调互动，他们这3国
这次还要讨论这样的话题，还有美国、英国对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术等这样一种明显违反核不扩散原则的做法，根本不会提及。这样的双重标准很明显会使所谓的核不扩散成为一句空话。第二就是核不扩散的重点其实是在美国和俄罗斯，因为主要的核弹头都在他们手里，尤其美国是最强的核大国，而且又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唯一霸权国家，同时它又有用核武器打击别国，比如日本的前科，而且始终没有放弃使用核武器先制打击的政策，这都是非常需要在讨论核威胁问题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但是很可惜，我估计这个文件里不会体现这些内容。另外，这次广岛峰会，日本把开幕式、闭幕式都安排在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和平公园，而且还安排了一系列和原子弹爆炸受害有关的活动。日本人民在那场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我们全世界各国都表示同情。但是，日本有少数人想借用这样的机会，希望营造一个二战日本是受害国的形象宣传，这是不妥当的，也是不正确的做法。日本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日本人民应该有这样的反省能力。那场战争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应该秉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来面对那段苦难的历史。特别是日本，首先应该做出反省，才能真正避免那样的灾难再次发生。人类必须真正从中汲取教训。好的，谢谢龚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